布里塔尼是一位军人妻子，结婚后她放弃原有生活，跟随丈夫搬到了一个陌生城市。为了尽快融入新环境，她主动认识了很多朋友，同时也接触到了一些以前从未见过的事情。原本她只是对新鲜事物感到好奇，但没想到却因此惹上麻烦，最终被莫名其妙的仇恨推向了死亡的陷阱。案发后，警方很快得到线索，通过拼凑出来的证据，他们抓获了病态的凶手，揭露了一个阴暗扭曲的计划。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熊。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福尔布鲁克，这里位于加州西南部，距离美国海军陆战队彭德尔顿营地约12公里，常住人口大概3万人，是圣地亚哥县北部的一座城镇。主人公布里塔尼出生于1990年3月28日，案发时年仅22岁。布里塔尼成长在密苏里州，他的性格非常内向，而且也不善于交际，从小到大很少主动结交朋友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这种不自信的表现逐渐得到改善，布里塔尼变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，她不再抗拒和别人交往，并且在19岁那年遇到了人生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男朋友科里。科里比她大1岁，是一名即将服役的士兵。两人在教堂相识，恋爱几个月后，科里就向布里塔尼发起了求婚。布里塔尼的父母对女儿的改变感到非常高兴，但同时内心也产生了一些顾虑，毕竟他们认识的时间太短了，而且科里也即将进入军队服役，他的父母总感觉这段关系可能维持不了太长时间。不过碍于女儿的坚持，他们也没有过多干预，于是在2010年，布里塔尼就嫁给了科里。两人结婚后没多久，科里很快进入军队服役，布里塔尼也跟随丈夫搬到了加州福尔布鲁克的军人家属公寓。对于从小没有离开过家乡的布里塔尼来说，想要适应这种生活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。为了尽快融入新环境，布里塔尼积极参加各种社交活动，很快她就和一名叫伊丽莎白的女子成为了要好的朋友。在伊丽莎白的介绍下，布里塔尼又认识了多罗西以及其他几位军人妻子。每当丈夫不在家的时候，她就会到这些朋友家聊聊家常，打发时间。一开始布里塔尼还对未来的生活抱有希望，在朋友的陪伴下也没有感觉太过孤单。直到丈夫科里被派往阿富汗以后，她的心态才发生了改变。布里塔尼只有20多岁，她无法接受这种长期不能见面的婚姻，于是在经过慎重考虑后，布里塔尼在2012年4月正式提出离婚。提交完离婚申请后，布里塔尼就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。她购买了回家的机票，与父母约定好了到家时间。但非常不幸的是，就在即将离开的前几天，她就被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夺走了宝贵的生命。2012年4月13日下午4点30分，一名叫路易斯的中年男子敲开了布里塔尼的家门。路易斯是一名海军陆战队员，同时也是布里塔尼的邻居。虽然两人不怎么来往，但路易斯的女友多罗西和布里塔尼认识，所以他们也算是间接认识的熟人。开门后，路易斯一脸真诚地说道，想要邀请布里塔尼参加今晚举办的邮轮晚宴。原本他是要和女友多罗西一起参加的，但非常不巧，女友今天有些身体不舒服，他一时间也找不到合适的舞伴，所以希望布里塔尼能够帮帮忙。布里塔尼内心是非常想参加的，但考虑到路易斯是一个有女朋友的人，而且他的女朋友多罗西脾气很不好，为了不给自己惹上麻烦，布里塔尼就非常直接地拒绝了。路易斯走后，布里塔尼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几位朋友，其中有一位朋友认为布里塔尼的反应太过敏感，不应该这样直接拒绝。于是在朋友的建议下，他又给路易斯发去了短信。布里塔尼说道，最近自己一直在忙着搬家的事情，没有时间参加这场晚宴，刚才的表现有些不太礼貌，请路易斯不要在意。路易斯收到后很快做出回复，他说道，没有关系，但还是非常希望布里塔尼能够参加这场晚宴。如果布里塔尼答应的话，明天一早他会派几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帮忙搬家。为了彻底打消布里塔尼的顾虑，路易斯又让女友多罗西给布里塔尼打了电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布里塔尼实在不好拒绝，于是就答应了路易斯的邀请。晚上7点30分，布里塔尼如约出现在了见面地点，坐上路易斯的汽车后，两人很快出发了。
大约过了20分钟后，朋友钱尼收到了布里塔尼发来的奇怪短信，他什么也没有说，只发了2个字：救命。钱尼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劲，赶忙拨打了布里塔尼的电话，不过他一直没有接听。没一会儿，布里塔尼又发来了第2条短信，这次他说道自己在派对上玩得很开心，音乐声音很大，没有办法接听电话。钱尼注意到布里塔尼在短信里使用了一些平时不会用到的词汇，他非常怀疑回复消息的人可能不是布里塔尼。于是第2天一早，钱尼就和另一个朋友去了布里塔尼的住所。当他们发现布里塔尼没有回家后，第一时间向警局报告了失踪的消息。接到报警后，警方很快介入调查。从朋友那里，他们了解到了参加邮轮晚宴的事情，于是警方马上对路易斯进行了询问。路易斯表示，当晚他们确实有计划参加邮轮晚宴，不过当他们到达港口后，发现邮轮已经开动了，所以错过了登船时间。原本他打算直接回家，但布里塔尼坚持要到附近的酒吧喝酒，于是他们又开车去了圣地亚哥市中心的酒吧。当时天空中下起了瓢泼大雨，为了不让布里塔尼淋雨，他把车开到酒吧门口，让布里塔尼提前下车。他们约定好了一会儿会在酒吧前台会合。可是当他把车停好回到酒吧后，布里塔尼就不见了。当时他也没有多想，因为在停车之前他就看到布里塔尼在和2名陌生男子交谈，他认为布里塔尼可能和这2个男人出去约会了，所以他也就没有继续寻找，直接开车回到了家中。路易斯所说的这家酒吧就在一条热闹的商业街附近，这里每晚都会聚集一些形形色色的人，所以他的说法并不是完全不可信。为了不遗漏任何一条线索，警方又到酒吧进行了调查。不过可惜的是，酒吧没有安装监控设备，而且人流量很大，工作人员都表示无法确定布里塔尼是否来过这里。圣地亚哥是一个拥有很多军事基地的城市，当地居住的大多数也都是军人家属，所以很少有人敢随便招惹一名年轻女性。考虑到这一点，警方开始怀疑布里塔尼的丈夫科里作案的可能。尽管科里正在千里之外的阿富汗执行任务，但也不能排除他因为离婚的事情雇凶报复的嫌疑。于是警方联系了海军罪案调查处，对科里进行了全面调查。等待期间，他们也在积极尝试各种办法寻找布里塔尼。当天下午晚些时候，警方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，一名流浪汉在圣地亚哥市中心捡到了布里塔尼的手机。在对手机检查后，警方发现了一件非常可疑的事情。布里塔尼的手机位置显示，案发当晚9点30分之前，他没有离开过福尔布鲁克，这就与路易斯之前的说法产生了明显不一致的情况。与此同时，海军罪案调查处也有了调查结果。在检查完科里所有通讯设备以后，他们没有发现任何与本案相关的证据，所以科里被排除了参与犯罪的可能。目前所有迹象表明，路易斯具有重大作案嫌疑，于是警方决定再次对他进行询问。当路易斯来到警局后，警方特意留意了他的汽车。他们注意到路易斯的汽车上有很多泥土，而且后备箱里还有一把全自动步枪，这让警方联想到路易斯可能在作案后把布里塔尼丢弃到了荒郊野外。路易斯对此解释说，车上的泥土是前几天外出检查时留下的，步枪是他从军事基地带出来的，并不是凶器。说完，路易斯就打开后备箱，拿出了那支步枪。通过查询枪支编号，警方确定这支步枪来自军队。按照相关规定，军用武器在没有执行任务的情况下是不被允许拿到外面的，所以警方就以盗窃罪暂时将路易斯拘留。这项罪名并不会关押太长时间，为了防止路易斯逃跑，他们必须要赶在释放前找到相关证据。由于路易斯一直不承认与失踪案有任何关系，所以警方决定到他的住所寻找证据。他们了解到路易斯是一个有家室的人，但平时一直住在女友多罗西的家，于是警方申请了搜查令，对多罗西的住所进行了检查。从外面来看，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住宅，但实际上里面大有乾坤。在地下室里，警方发现了皮鞭、蜡烛、手铐等一系列用于某种行为的相关物品，而且公寓内除了路易斯的女友外，还住着一名叫杰西卡的女子。当时杰西卡正在地下室的床上呼呼大睡，警方尝试了好多次都没有把她叫醒。多罗西解释说，杰西卡有失眠问题，她吃了安眠药，所以现在没有办法醒过来。看到这种情况，警方也只好放弃了。经过一轮检查后，他们虽然发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，但并没有找到与本案相关的证据。
于是警方又对多罗西进行了询问。多罗西告诉警方，她并不清楚男友和布里塔尼参加游轮晚宴的事情，也不知道当晚发生了什么，所以无法提供任何线索。虽然多罗西撒谎了，但当时警方并不知道。当他们核实完这件事情，打算再次找多罗西问话的时候，多罗西和杰西卡就已经找不到了。很明显，多罗西和杰西卡心里肯定有鬼，不然他们也不会无缘无故的逃跑。于是警方立刻在全市范围内展开了排查工作。几天后，他们就在一家酒店的停车场发现了多罗西的汽车。当警方在酒店前台的指引下来到房间后，他们立刻听到了里面传来的女性呻吟声。警方非常担心布里塔尼可能在房间受到伤害，于是强行破开了房门。果不其然，房间内确实有一名女性受伤了，但这个人不是布里塔尼，而是杰西卡。当时杰西卡手里握着一把刀子，满身是血的倒在了地上。警方判断她应该是自己割伤了脖子和手臂，打算自我了断。在把杰西卡送到医院后，他们又检查了酒店的房间，没费多大功夫，警方就发现了杰西卡留下的信件。在这个长达7页的信里，杰西卡详细讲述了杀害布里塔尼的作案过程以及埋藏尸体的地点。里面的内容大概可以总结为，杰西卡因为嫉妒杀害了布里塔尼，这件事情全是杰西卡一个人做的，与路易斯和多罗西没有任何关系。虽然警方并不完全相信这里面的内容，但他们还是根据信里写下的埋尸地点进行了检查。在一处偏僻的树林里，他们确实找到了布里塔尼的尸体。被发现时，布里塔尼一丝不挂，全身上下到处都是各种工具折磨后的痕迹。他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侵犯，关节处还有大量切割失败后留下的伤口。这些特征完全符合杰西卡在信里描述的作案过程。尽管杰西卡承认自己就是凶手，但酒店监控拍下的画面给警方提供了另一种可能。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到，杰西卡书写用的纸和笔是多罗西在前台拿回房间的，所以这些信件很有可能就是多罗西要求杰西卡写下的。考虑到3人这种不太常见的生活方式，警方相信路易斯和多罗西肯定也参与了犯罪。虽然这种推测非常合理，但警方仍然缺少相关证据，想要把路易斯和多罗西绳之以法，他们还需要继续调查。此时警方接到了医院传来的消息，杰西卡经过抢救后已经恢复了意识，于是警方马上来到医院对杰西卡进行了询问。杰西卡表现得非常不配合，她使用了保持沉默的权利，拒绝回答一切问题。没有得到任何线索后，警方也没有放弃，他们又申请了搜查令，检查了路易斯的汽车以及手机。在路易斯的汽车上，警方找到了一根电击棒和一副手套，这2样物品经过检测后，全都发现了布里塔尼的血迹。另外，路易斯的手机位置显示，案发当晚他一直和布里塔尼在一起，而且还去过埋尸地点。在对多罗西调查的时候，警方一直没有找到直接证据，不过从朋友伊丽莎白那里，他们了解到了一些其他线索。路易斯是多罗西和杰西卡最大的主人，而杰西卡则是地位最低的服从者。他不仅要在各个方面给2人提供服务，而且平时还要负责打扫家务。空闲的时候，杰西卡也会到外面打工，不过赚到的工资他是没有权利支配的，全部要上交给自己的主人保管。杰西卡加入这种生活没有任何回报，只是纯粹喜欢被虐待的感觉。3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后，路易斯逐渐对多罗西和杰西卡失去兴趣，于是就准备再物色一些新人加入。路易斯非常擅长这件事情，他寻找的对象全都是感情受到挫折的单身女性。路易斯会对这些人慢慢施加压力，直到对方完全接受这种生活。在此之前，路易斯就成功结交过好几位这样的女性，不过全都没有保持太长时间。这里面有一些原因是路易斯经常违反事先约定的规则，还有一些是受到了多罗西和杰西卡的排挤。他们虽然不敢在明面上制止路易斯寻找新人的行为，但其实内心还是非常嫉妒的。他们对新加入的人具有很强的攻击性。一开始布里塔尼并不清楚这件事情，直到他被朋友伊丽莎白带到多罗西的公寓后，才慢慢了解了这种生活。尽管伊丽莎白经常带着布里塔尼观看3人表演，但他们自始至终从来没有参与过这种活动。每当布里塔尼出现的时候，多罗西就表现得非常不自在。布里塔尼比他们年轻漂亮，多罗西非常担心路易斯会因为这个漂亮的女人抛弃他。为了避免布里塔尼加入这种生活，多罗西就准备把伊丽莎白拉进来。
如果伊丽莎白接受的话，他就可以操纵伊丽莎白不再和布里塔尼来往。不过伊丽莎白只是对这种生活感到好奇，一直没有参与的想法，所以她拒绝了多罗西的邀请。伊丽莎白还是和以前一样与布里塔尼保持着密切来往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伊丽莎白并不知情，不过通过各种线索，警方也能推测出大概的事发经过。伊丽莎白曾经向多罗西提起过布里塔尼最近有外出游玩的计划，所以大概率多罗西利用了这件事情，策划了一场阴谋。多罗西知道路易斯对布里塔尼早就垂涎已久，所以他把这个计划告诉了路易斯，这样路易斯既能得到布里塔尼，他也可以借此机会永远除掉自己的心头恨。案发当天，路易斯把布里塔尼骗上车后，没有开往港口附近，而是向多罗西的公寓方向行驶。布里塔尼察觉到异常后，就给朋友钱尼发去了求助短信。路易斯担心事情败露，使用电击棒电晕了布里塔尼，然后又用布里塔尼的手机给钱尼发去了后面的短信。在把布里塔尼带到多罗西的公寓后，三人在地牢里对布里塔尼进行了地狱般的折磨。事后他们窒息了布里塔尼，并打算分解尸体，不过由于各种原因，最后没能成功。犯罪结束后，路易斯和杰西卡把布里塔尼的尸体埋在了一处偏僻的树林里。为了制造布里塔尼被绑架的假象，路易斯又把他的手机丢弃到了圣地亚哥市中心。当警方介入调查后，多罗西为了给自己和路易斯洗脱罪名，又让杰西卡写下了那封认罪书进行自我了断。一般来说，没有人会傻到做这些事情，但杰西卡不是一般人，她已经深深陷入了这种生活，所以她会无条件服从多罗西的任何命令。截止到现在，警方已经完全梳理清楚多罗西的犯罪动机以及三人之间的关系。根据这些旁证，他们申请了逮捕令，将躲藏在机场酒店的最后一名凶手多罗西抓获。2015年9月8日，布里塔尼遇害的3年后，此案进入了审判流程。在法庭上，路易斯和多罗西把所有责任全都推给了杰西卡，检方则根据相关证据反驳了这一点。他们有证据表明，案发时三人全都在场。除此之外，检方还拿出了在多罗西家搜到的各种工具，向陪审团详细讲述了三人之间鲜为人知的生活。他们认为多罗西才是这起案件的真正主谋，他利用了三人这种不太常见的关系，达成了杀害布里塔尼的目的。庭审5天后，陪审团采取了检方的观点，路易斯、多罗西和杰西卡因谋杀罪、绑架罪等多项罪名被判处终身监禁，不得假释。好了，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请帮我点赞加关注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是大熊，下期见。